金家和兰家的饮食真是截然相反，宴会上大多是珍馐美馔，魏无羡吃着很不适应，叉子在盘子里搅动了几下，再也吃不下了。魏无羡本想叫蓝忘机陪自己出去，但想到就这样把蓝忘机叫出宴会场有些不礼貌，便独自起身：“蓝湛，我出去走一下透透气。”“我陪你。”蓝忘机说着也站起身。“不用。”魏无羡刚准备说话，金光善一行就走了过来。“蓝上尉，怎么坐到这里来了？”金光善拿着酒杯，后面跟着金光瑶。魏无羡只觉得一阵恶心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赶紧从侧门逃出了宴会厅。“是阿羡啊。”金陵在宴会场待不住，江厌离带着孩子也出来玩了。他和孩子一人手里拿着一朵金星雪浪，正玩得开心。“好可爱。”魏无羡看着金陵的模样，由衷地说了一句：“是啊，2、3岁的孩子最好玩了。”江厌离笑着说，又意识到什么似的，浅浅捂着嘴小声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你儿子的事，由于蓝鱼一直待在魏家，因此其他家族的人也没注意到这个孩子。”魏无羡也不想纠正江厌离，蓝夫人的话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里，他不会忘记还有人想要蓝鱼的命这个事实。尽管现在没有动手，但保不准哪天也会动手。江厌离见魏无羡没有出声，以为真的冒犯到了他，便说：“你和蓝上尉还年轻，孩子还会再有的吗？金家之前不也是有个孩子吗？叫阿松，是金光瑶和秦素2个背的，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，才几个月就夭折了，要是再怀一个，怕是难了，是吗？”魏无羡并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丧子之痛是何等痛苦，他感同身受。他们2个也是过了好久才走出来，特别是秦素，关在房间里哭了整整1个月，所以呀，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亲自带着金陵，不放心佣人单独带着。江厌离补充道：“阿松是因为佣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的。”魏无羡好奇问了一句：“对呀，我没亲眼见到，听说是被丹捂住了口鼻，窒息死的。”江厌离说着，忽然看向魏无羡的身后：“啊，金陵，是仙子来了。”魏无羡没过多在意，以为是金陵给哪个佣人取的绰号，直到听见那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以及特有的铃铛声，他才反应过来，仙子并不是指某人。魏无羡艰难回过头，发现一只毛茸茸的雪橇犬正朝着3人摇头摆尾地奔过来。“仙子，仙子！”金陵开心地拍着手唤道。与此同时，魏无羡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金家大宅。“魏婴！”蓝忘机放下手中的茶水，从宴会厅冲了出去。魏无羡完全失去了方向，在一片金星雪浪中狂奔。狗狗见到有人在跑，以为是要跟他玩耍，迫不及待追着魏无羡跑了过去。江厌离带着孩子分不了身，赶紧呼唤附近的佣人来抓狗。魏无羡磕磕绊绊跑了一会就没了体力，下脚时没站稳，整个人栽倒在一片花丛中。他紧闭着眼睛，做好了被狗咬的准备，可过了好一会，花丛附近也没有动静。这时传来一个脚步声，魏无羡微微睁开眼睛，如愿以偿看到了蓝忘机那张脸。“蓝湛！”魏无羡伸出手，又软绵绵地垂了下去。“魏婴！”蓝忘机抱着已经没有意识的魏无羡，对着不远处惊慌失措的金家人吼道：“叫医生！”金家将2人带到大宅别栋的客房里，医生随即赶来，确认身体没有受伤，只是惊吓过度昏睡过去后，蓝忘机和金家人都松了一口气。“魏画家这是怕狗呀，早知道把仙子关起来了。”金光瑶有些愧疚地对蓝曦臣说道。蓝忘机一言不发地握着魏无羡的手，蓝曦臣微微颔首。他们都知道魏无羡小时候被狗咬伤过，从此落下了怕狗的毛病，所以蓝魏2家家里从不养狗，一般出来参加宴会是不会碰到狗的。哪知道魏无羡中途溜了出去，刚好金光瑶又给金陵新买了一只狗，好巧不巧，被魏无羡碰到了。Omega 身子弱，又没怎么吃东西，受到惊吓才晕了过去。没事的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如果不放心，可以择日去医院系统体检一下。医生嘱咐金家人备好清淡好消化的夜宵，以便魏无羡随时可以吃。魏无羡醒来时已经是午夜后了，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小夜灯，蓝忘机正坐在床头，寸步不离守着魏无羡。“蓝湛，
我睡了多久？魏无羡慢慢撑起身子，四肢都很无力。从下午睡到现在。蓝忘机拿来靠枕放在魏无羡身后，让他先喝一点水。魏婴、比喻儿还能睡。魏无羡捧着杯子，这才意识到今晚怕是不能回去陪儿子了。外婆会照顾好的。蓝忘机看出魏无羡的心思，安慰道：“先吃点东西。”虽然之前金光瑶嘱咐过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意吩咐佣人，但两人深夜不愿意再打搅金家的人，便自己下楼了。熬的粥在锅里，随时可以加热。蓝忘机亲自动手热好粥，送到魏无羡面前。魏无羡饿了一晚上，小口小口吃着暖暖的粥，胃也舒服多了。吃饱了粥，魏无羡肚子鼓鼓的，也不想睡觉。蓝湛想去走一下。魏无羡一站起来，就发现肚子撑得厉害，